已经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财长耶伦日前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针对中国制造业存在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不会排除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包括可能征收额外关税，以阻止所谓大量廉价商品涌入美国市场。一段时间以来，美西方频频拿中国制造业说事，特别是炒作新能源产业存在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为什么所谓产能过剩说根本站不住脚？中美已经就相关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为何美方仍持续炒作？来看看报道。I've been very clear in my discussions with them that this is a concern not only to us, but also to other countries, to Europe, to Japan, and even to emerging markets.India, Mexico, Brazil. 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可能向中国征收额外关税时，耶伦并没有直接回应。I wouldn't take anything off the table as a potential response, but we really want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is relationship. 本月4号至9号，耶伦展开他财长任内的第2次中国行，成为今年以来首位访华的美国内阁成员。期间，中方与耶伦举行了多层级、多领域的会谈交流。虽然中美双方都评价此次访华行程坦诚且具建设性，但其中博弈与交锋仍十分明显。访华期间，耶伦频频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向中方发难。外界注意到，4月5号，耶伦参加活动时提了产能过剩5次；4月6号，他在声明中又提了3次。8号，中国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介绍耶伦此行时表示，针对美方提出的产能过剩等问题，中方进行了充分回应。双方达成新的共识，由2国财政部牵头，在中美经济工作组框架下，就2国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议题进行交流。外界认为，相关交流就是为了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回应美方所谓产能过剩关切。美方担心中方我们可能不去遵守承诺，希望对中国继续保持施压。第二个，我个人认为是美方等不及了，因为这个今年年底拜登就要面临总统大选，那么拜登政府肯定毫无疑问的希望在这个选前能够拿得出实实在在的所谓的这些成绩政绩，来向选民们去昭示。虽然美西方政客近期针对我国的新能源领域频频炒作所谓产能过剩，但其境内仍有不少媒体指出，相关指控缺乏依据，也违背经济学原理。美国彭博社刊发社论指，耶伦作为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其言论违背了200多年来经济学基本的原理之一——比较优势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如果一国能够以更低成本生产某种产品，其他国家不应设置关税壁垒，而是应该进口这个产品，同时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此外，在各国推动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全球对于新能源产品的需求进一步提升。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2年的4.5倍。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吉瓦，是2022年的约4倍。而当前的产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更值得警惕的是，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美国财长耶伦将在下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拉拢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表达担忧。外界也注意到，七国集团成员国如加拿大、法国、德国等都曾对中国出口表示担忧。欧盟则是以对中国电动汽车、光伏、风力涡轮机等产品展开所谓反补贴调查。美方跟欧方在一些问题上的诉求，它也有所不同。尤其是我们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就是欧方现在越来越强的叫自我主导、自我政策的这样一个意愿，是不是美欧会加强联手，共同对中国打压？我个人觉得还取决于中美欧三方的这样一个博弈。深圳卫视注意到，美西方炒作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恰逢中国提出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之时。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于翔认为，美西方以所谓产能过剩指控发起对华舆论战，其背后阻碍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居心值得警惕。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美方持续要求我们去削减这方面的出口的话，我觉得毫无疑问就是以过剩产能为由来打压中国的这样一个对外出口，来打压中国的经济增长。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是没有道理的。
中方也不会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随着4月11号美国商务部再将6家中国企业添加到实体黑名单，拜登执政期间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实体总数增至319个。相比之下，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前总统特朗普主政白宫期间，共有306家中企被列入。虽然中美在诸多领域正展开激烈的博弈和竞争，但沟通仍在推进。4月15号，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驻青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同美方举行会谈，双方就推进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沟通。就中东、乌克兰、朝鲜半岛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继续落实好旧金山愿景，保持各层级交往，进一步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中方就美近期针对中国推进印太战略，在中国周边采取一系列涉华错误言行，特别是拼凑美日菲小圈子和搅乱南海形势，表明严正立场，要求美方不得搞阵营对抗，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还阐明了在台湾、经贸科技、人文交流等问题上的立场，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阻碍中国发展，停止对中国企业无理制裁，停止对华经贸科技打压。近日，美日菲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并发表联合声明，直接提及中国妄议南海、台海问题。美日两国也举行长时间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称美日战略合作迎来新时代，严重损害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对此，中方多部门密集回应，对美方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那么耶伦已经到访。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来华访问。那如果中美在这个期间出现了一些波折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可能会给这个布林肯的这个访华蒙上阴影。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希望更多的就是为他这个打前站，为他进行一个热身，那么营造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访问的条件。尤其是尽量的减少美日菲峰会传递出去的这个负面信号对中国的这样一些影响，特别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些干扰。最近，美国财长耶伦重新提到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并声称所有选项都在桌上。你有什么样的观察？耶伦在访华之前就通过媒体提出所谓的产能过剩的问题，访华之后呢，又提起这个话题。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来看，美国现在将产能过剩作为安全化动员的抓手。所谓的安全化，就是将某个问题作为重大的安全威胁，进而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予以应对。拜登政府一开始采取所谓的脱钩战略，但是没有形成安全化的动员。欧洲盟国以去风险代替了脱钩，美国也被动接受了这一概念。在全球单一市场体系之下，去风险是模糊的，也是困难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大国，连续多年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在世界市场的比重呢，也是在提升，充分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广度和韧性。否认的是呢，产业竞争是中美竞争的核心议题。产能过剩的安全化动员呢，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是否过剩，并不是由政府来裁决的，而是要看市场，包括全球市场的需求和未来的发展潜力。比如说电动车领域，从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说呢，未来的需求是巨大的。而新兴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需求，产业的发展终归还是一个市场问题。安全化动员会阻断或者是阻止产业的发展，扭曲市场，但是市场发展和竞争还是主导性的。中美欧之间越来越形成了地缘经济的三角关系，美国将所有的选择都放在桌上，其实呢，中欧也是如此。在桌子上能够谈判和商量，也是为经济和产业的问题去安全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